知名作家张晓峰教授在他写的《我仿佛看见》这篇文章里说，秀智啊，上天怎会生成像你这样一个锦心秀长的女子？你的袖剑在故宫的展览场里，使展览场庄木凝肃，如同心里使殿堂神圣。而刺绣是何年何月开始的艺术啊？我仿佛看见，在罗竹抽丝的碗底，在时针穿孔的绘心，在远古的年代，中国人已开始用千丝万缕来刺绣了吧？我仿佛看见你沿着时间的轨迹行来，你是历代中国女子巧手的新传人。一根长长的绣线，自古至今牵扯不断之际，你的针脚却已扎向了现代。绣这样的一幅作品要几针啊？我这样问。秀智说没有算过耶，但几十万针总是有的。秀智啊，这样的出发岂不也是天眼行脚？我仿佛看见一针一针，针针都是险境，针针都是患难。你这样千山万水的行来，其间有多少跋涉的艰辛，我们又怎能知道？我们只见你心闲气定的低头抚针，哪里知道你所行经的穷山恶水？我不知道你如何学会宽柔含忍和勤奋自重，我却仿佛看见一粒成河如何钻出地面，如何成树开花结实，并且从伤痕中倾倒出甜美的果汁。这一篇文章是在联合副刊摘录的另外，已故文学家柏杨先生看到梅花绣的作品说：呜呼，挑剔的言语无穷，赞美的词汇难以形容，真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形容它的美，才能够恰到好处。杨秀智已经为艺术写下了新的一页。梅花绣它不是绘画、刺绣、浮雕的综合体，而是绘画、刺绣、浮雕的化合体，在艺术领域中的一项最大的突破。欣赏杨秀智的梅花绣，实在分不清它是绣还是画还是浮雕。你呢，必须亲眼看见才能相信，最好呢能用放大镜一针一针慢慢的看，仔仔细细的瞧一瞧，才能欣赏到梅花绣作品中的精髓奥妙之处。是
杨秀智他的成功是远超过我们已经知道的经历。这篇文章摘录自博洋专栏。那最后我们再来欣赏最基础的梅花绣书法作品。我们先来看看为主涂抹大事这几个行书、草书的字体，我们可以从每一个笔画的放大镜头中看到创作者将刺绣的丝线运用得如毛笔的笔法艺术般，其起头和转折处针锋长琢，圆润饱满，走笔运行处线条流转顺畅，墨色表现浓郁厚重，笔法含带着朴拙慈圣，干笔的飞白回转意境，笔趣横生。汉字符号之造型创作，承载着无与伦比的生命智慧，历经几千年来的文字锤炼美化，每一种字体都存在着无穷丰富的造型美感。尤其是原本柔软纤细的丝线，透过梅花绣的各种针法灵巧运用，独特地展现出书法中水墨滋润饱满，笔锋刚强行健，苍劲有力的书法艺术气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既拥有风雅朴实的古典韵味，却又充满崭新明亮华丽的现代风格。前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超先生生前曾经多次的对许多艺术大师称赞杨秀智说，中国有7亿人口，像杨秀智这样有才情的却只有他一个。梅花绣作品的创新表现，已为艺术写下崭新的一页，其创作范围极其的多元广泛。而梅花绣书法作品的创作学习，是奠定梅花绣工艺最扎实的基本技术能力，能够创作出传神的梅花绣书法作品，也才能够更进一步的来学习以不同的色调的绣线表现渐层变色的彩色变化，与绣面图样之设计，皆需要创作者在刺绣过程中，他所呈现的巧思与纯熟的刺绣技术能协调运作，
需要花费极大的心力、构想与秀智，才能够像如拼图一般的一点一滴、一针一线、一小圈圈、一小撮撮的，慢慢的累积至整个绣面的完整。无论是任何一种绘画形态，国画、西画、水彩、油画、书法、胶彩、水墨、花、草、虫、鸟、鸟兽、山川、人物等等各种题材，都能够运用梅花绣的技艺方式，把每一种题材可以得心应手的来重新诠释，创作出更多元且变化无穷的梅花绣作品。期待在未来有更多喜爱梅花绣技艺的爱好人士，能够共同的来参与梅花绣的学习、保存与推广，使梅花绣这项绝美的中华艺术创作继续的传承，在世界艺坛上发扬光大。